欢迎各位来到不好笑就露宿街头。这谁说的？女人，你在玩哇！你说谁脸包头？你说谁脸包头？我看你抖音最近发的最火的一条，蹭的是妈妈的流量。我高考还可以啊，643分。我不是故意在 rap 后面讲这个的。朋友们，眼前就有2条路了，要不就承认自己怀孕了，要不就承认自己长胖了。是你，你怎么选吗？我当时立即马上就决定自己怀孕了。大老师，我平时真挺喜欢听你歌的。让年底那些音乐软件不是要发你的那个年度歌单吗？年度歌单。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去故意听那些小众的。那你意思是大老师比较俗是吗？他为了不发你得听20多遍别的歌。咸鱼便宜，咸鱼集市更便宜。本节目由咸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税。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喜之郎果冻多点关心多点爱指定产品赞助播出。连接你的热爱。本节目由大麦演出联合出品，买票上大麦。让我们有请最直率的主理人翟佳宁。接下来有请最靠谱的主理人，脱口秀天花板周奇墨。有请最暖心的主理人小鹿。有请最热闹的主理人，欢乐氛围的制造机大张伟。老师好，老师好，哎，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来一圈，来一圈，打一圈，打一圈，谢谢各位。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一周最开心放松的时刻，不好笑就露宿街头。那今天这位朋友他是返场大嘉宾，他之前来过，说明这个人很有时间哦。然后再加上这个人离这儿也很近，溜着弯就来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谢谢海涛哥。海涛老师能不能再来啊？涛哥，我会想你的。以后你每期都来吗？有求必应。让我们有请无论何时何地都有求必应的杜海涛。海涛，大家好，我是海涛。你的摊又来了。开始跟导演说，我说导演又来了，特别开心。导演说露丝也来了2次。哎呦，我说挺棒。一共10期的节目，我们俩就录了4期，也算是撑起这个节目的半壁江山了。上次安排的特别好，然后大家就感受也特别好啊，然后也有一个全新的 slogan。是，听到这个呢，我能办的就都办，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有求必应。咱们是这样，吃饭认识厨子。咱们饭店有人儿，拍戏认识导演，咱们剧组有人儿，去留学，咱们国际有人儿。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其实爱帮忙这件事情啊，完全都是继承了这个我妈爱帮忙的这个基因。
前几天那个乌兰图雅老师去参加浪姐了，我妈是送考人，导演就给我妈打电话，我妈二话没说就给答应了，先答应上，然后挂了电话就跟我说，乌兰不是说脱口秀的吗？怎么还去浪姐了呢？我说那是呼兰，呼兰那是草台班子。所以我妈就去了，然后去的时候呢，也看到很多人在说那个为啥找我妈去？大家都听过那个歌吗？套马的汉子，威武雄壮。然后除了我妈呢，孟晨也去送考了。对，她是去给唐艺昕姐姐去送考了。大家都知道，姐姐们对于自己的这个身材管理是非常严格的。然后孟晨呢也发现，就是我确实好久没跳广场舞了，最近确实又是胖回来点儿。她对于有复胖这件事情非常的着急。对于我来说啊，我听到了至今以来她说我最重的词，我非常惊讶。她说我是脸包头。脸包头就是脸整个把头给包住了。现场有没有这样的？我就不点出来了啊，我就太伤人了。以后咱们就是只能掩面哭泣了，我都没有办法抱头痛哭。所以痛定思痛，我做了首诗。大老师知道我爱写诗啊。脸包头，媳妇儿说我脸包头，脸蛋儿圆嘟像皮球，让我饭后百步走，不然不让牵小手。我上次来的时候有件事就跟大家提了一嘴，咱不是演短剧得了个奖吗？那个奖的全称是影视盛典的聚光闪耀演员奖。这一路走来也不容易，但是之前其实也得过一次奖啊。那个荣誉呢是跟宝强哥一起得的，金扫把奖。在成为有求必应的上门星之前，我也曾是个扫把星。那会儿的作品啊很稳定，出手就是3分。物理。而且凭这个角色呢，我还得到了网友特别可爱的一个称号，叫做“邪恶小面包”。你看帅哥演反派的感觉。弹幕飘过，哎呀，这粉丝吃的太好了。咱们这一演，这反派吃的太好了。还有观众说我演的这个反派非常的霸道，有那种皇子的气质。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一不小心演成黄子韬了。我确实很喜欢帮忙啊，因为我喜欢跟陌生人在一起接触的那个感觉，特别是如果我还可以帮助到大家一些事情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非常有成就感。那既然今天这么多朋友在这儿呢，要不然我有求必应一个。来一个啊！行，来一个，那我就来一个，音乐起。休闲娱乐来一个，欢庆节庆来一个，开心世界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我的歌声永远给我上喜之郎！哇，好大呀！
我还有事儿啊。好的 ，QQ 谈谈快乐分享，感谢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朋友喜之郎果冻的投喂。有事您说话，有求必应，谢谢大家。哎呦喂，海涛，哎呀，来了，海涛来之后就开演，我第一次看见果冻还有脸盆装的，我这么大个儿，太爱海涛了。因为海涛上回那个带我们去吃了咱们长沙当地特别好吃的一个吃的，而且当时还请了2个观众朋友们，哇！对，因为咱们确实有求必应。那天我就问我说晚上有没有没吃饭呢？哎。哎呀妈呀！然后那个说演戏这事儿是吧？演的时候特别游刃有余嘛，感觉。我觉得演的时候游刃有余，但播出来的时候确实有点搞笑。没事儿，那只是眼光还不同，要多演。哎，影帝白玉兰舍人其谁啊？对不对？哎呦，愿意听点这个。你感觉已经成影帝了之后呢，就是说有什么感觉你很难演的？你想想。爸。说你演不了霸总，怎么没有霸总？多来给他霸一个。是谁？谁说的？你说的。来，就来一个女人，你在玩火，指着一个来了。女人。你在玩火呀？哇！怎么有点？翟佳宁太霸总了，来一个，哪位女人想体验一下这个？这位，您上来。女人，你引起我注意了。放学别走！哎呀，不能死吧，不能死吧！大哥，你这样，你是在玩火。哎，来，谢谢您。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所有的表现呢，还是要仰仗各位的评判，各位手中都有一张这样的卡片。所有演出结束后，根据您自个儿的感受进行打分。在单场评分4星以上，比例达到70%以上的，我们就能解锁优酷平台提供的各种奖励。相反，没有达到70%，就要准备露宿街头。10场演出之后，4星以上达到70%，就能够解锁2026全年的大卖全国巡演。但是我们海涛今天说，不仅带了好吃的，还有一个惊喜嘉宾。惊喜嘉宾，哎呦，真有惊喜嘉宾！你先给大家一个提示，惊喜嘉宾是什么样的？他是泰斗级别的。我泰斗手那个一直颤嘛，身体不太好啊。第一位上场的会不会就是你那位惊喜嘉宾啊？会不会一上来就给我们一个特别厉害的惊喜？哇，一个玩意儿！惊喜嘉宾，我们再等等。先来看看新人，第一个特别厉害，听说特别炸，整个人特别炸，我自我引爆了。这人是谁呀？那么有请特黑怕特别炸，他就是我们的新人演员，来自黄土高原的福娃爸爸。哟，大家好，我是鲍勃，来自陕北延安塞。来这个节目非常自如，就跟老朋友见面一样。我觉得我没啥问题，我说实话，我就想近距离接触一下你俩。谢谢你，比我想象中瘦好多啊！你平时想我干嘛？哎，没有。我了没？哎，我，还记得不？在西安见过啊，对，见过，跟不姐，我们一起吃饭。对，我上 PD。感觉你已经来这个节目8期了。来这个节目，我就不怕露宿街头，因为对我来说，就回归街头，让街头上的兄弟们看看我的街头情况。有请新人演员爸爸。你夜长沙为什么？哎，大家
家好，我叫宝宝，来自陕北延安安塞县。从高速公路口一下来以后，先过一个转盘，然后再往南走200米，右手边那个小区就是我们家。大家应该能从我的自我介绍里边感受得到，是一个陕北人，一个陕北的 rapper。但说实话，各位 ，rapper 说唱歌手不是我的职业第一选择。我的第一志愿其实是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去参加过电视台主持人的面试和比赛，我印象很深啊。那天我准备的稿件是沁园春雪。那个导师指着我的鼻子跟我说：“小子，你当不了主持人，因为你的普通话不标准。”我说：“老师，你的普通话也不标准。”他说他是摄像。我们陕北人确实有点前后鼻音不分，但是前后鼻音不分其实做主持人来说是劣势，但是对当 rapper 来说是优势。因为前后鼻音不分的话，更容易押韵。我有更多韵脚，我可以押车锣鼓鼓、风起云涌、公共火车、周杰伦的双截棍。rapper 有单押、双押，我们可以后押。我拿前鼻音压后鼻音。哎，我觉得我做说唱真的是有点天赋。那天我就决定了，我不当主持人，我去当一个 rapper， 我就去买潮牌。潮牌的店里啊，确实跟平时买的那个衣服不太一样，他不会跟你说喜欢的话就试一试。那天我去买衣服，那家店的主理人是一个黑人兄弟，他看我一进来跟我说 Yeah, what's up, man？ 我说哇，他叫我 man， 他很尊重我。我平时在学校，我那帮朋友都叫我小胖子，他叫我 man。我要把我的预算在他们店里花完。他们家店正中间 C 位摆了一双联名的球鞋，那会儿已经炒到了10几万。我看着那双鞋，眼里泛着光，他告诉我对。我穿着那双鞋走了2步，感觉真不错，我都不想往下来拖。他跟我说：“兄弟，你要真心想要，320你拿走。”我爱说唱，换上了那双联名的球鞋和一身 oversize 的衣服，我站在镜子面前都开始不由自主的开始摆弄自己的身体。哥趴在我耳朵旁边跟我说 ：“Young my man, listen，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个 rapper 了。”各位，我就是那天当的 rapper。他是我的说唱导师。他给我教了太多说唱的技巧了，我学了好多，比如 rapper 说话的状态确实不能太普通。你比如说，我夸他就不能简简单单的夸，我要把夸他那个单词利用自己的肢体语言跟面部表情拼写出来，表达我的情绪，顶到了一定的高度。你比如说，我要夸你 ，Hey girl, you so real girl, you know you so real girl, you are real。耶！你是不是感觉他真的还挺 real 的？我没法来这个，我不可能在长沙的街头跟我的好 homie 走着走着，我开始夸我好 homie， 我说：“Hey man， 哎兄弟，你好真实啊！哎兄弟，你也太真实了，兄弟。”哎，兄弟，你简直是横竖竖横竖横横横撇儿点儿宝盖头点儿点儿横撇儿点儿，真实。他教了我太多了，他不光要教我怎么说话，他还教我一定要多听听那些来自西海岸的音乐。我们在一块就这么着玩了半年，半年以后。祛魅了，祛魅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因为他在国内读书，读了半年就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去。我们两个打视频聊天，我们两个在聊天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家的背景了，茅草屋，一帮人光着脚在院子里边敲手鼓。我说兄弟，咱一块玩了半年多，听了半年多西海岸的说唱，你回国了跟我说你是非洲兄弟啊？而且你在给我看什么？打鼓，我们陕北人最擅长打鼓了。
我从那一天开始就知道，我不能当一个表面 rapper， 我得当一个真正有作品的 rapper。我就开始写歌，我就写了我人生中第一首说唱音乐，是我们陕北的方言说唱，叫 Mr. 霸道。那首歌很简单，副歌只有一句，叫兄弟开的是霸道，把油给我加满。有的人可能不知道霸道是什么东西啊，因为很多 rapper 第一首歌都要写自己的 dream car。哎，我就写了这台车。是有人表示很疑惑，他说：“你作为一个 rapper， 你怎么不写跑车啊？我们那儿黄土高原，跑车底盘多低啊！我得写大的 SUV， 而且我能从你们刚才有些观众的表情里边看得出来啊，你们甚至都不想藏一下，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的歌有点土？你们有没有听过另外一首歌？是这么唱的：他开着邻居家的 Toyota， 追着日落，跟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这个是杨的，是吧 ？Toyota 就是霸道，全是偏见。当那歌发出来以后啊，确实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各位，你们得恭喜我吃上说唱的蛋糕了。哎，发完歌不到3个月啊，上音乐节了。2万人。那天晚上压轴的 rapper 叫盖，各位能明白那个含金量吗？盖9点半上台，我1点半。那场音乐节的阵容，如果算吃席的话，我都不算凉菜，我算瓜子花生。但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这是人生中第一次上音乐节，而且我那天在音乐节上讲脱口秀了。哎，家人们，我应该算是中文脱口秀史上第一个站在音乐节主舞台上讲脱口秀的脱口秀演员了吧？对。我必须摸着良心跟大家说啊，第一，我热爱脱口秀，只要有我出场的地方，我一定会表演我的段子。第二，因为我那天有半个小时的表演时间，但我只有1首歌。我那天霸道唱了3遍，我还有20分钟。确实有点吃力，在那个地方明显感觉脱口秀演员是没有 rapper 专业了。前一天我们试音的时候 ，rapper 带着自己的团队 DJ、producer， 还有各种 MC， 然后试音可臭屁了，拿着麦克风，专业啊。麦克风 check 1 2， 老师低频高一点，高频低一点。我哪会这个？我们脱口秀演员，我们试音只有1种方法，拿着麦克风，喂。而且你看，所有的演员，你们今天看，所有人上来介绍自己，永远只有一套方式。我叫什么什么，来自哪。rapper 不会 ，rapper 从来不会直呼自己城市的名字。你比如说，长沙就不叫长沙，叫 CSC， 长沙 City， 多帅。成都也不叫成都，叫 CDC， 多帅！我来自陕北，我都没法说。而且那个互动啊，沉浸式互动，脱口秀你们应该见过不少吧？我们也希望跟观众产生连接，我们唯一能互动的方式，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你们2个什么关系呀 ？rapper 话都不说，跑在左边，他只需要开一瓶矿泉水，问你们 You ready? You ready? Say 1, say 2, say 1, 2， 是全撒你们脸上。脱口秀敢撒吗？我撒不了一点，你们化全妆来的。我那天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比较专业，我报了个街舞班。我学的那个舞蹈叫 Say Work， 就是一个 rapper 自我介绍的一种方式，不用说话。只需要跳舞，用自己的脚步在地上拼一个单词，告诉别人我来自哪儿。如果你来自西海岸，你就在上面拼你来自 West Side； 如果你来自东海岸，你就拼你来自 East Side。我那天一上台，我说哟，大家好，叫抱抱，来自。安塞。那天演出真的好开心啊，段子也讲了，互动也有了，舞我也跳了。我期待我收获到一些跟脱口秀小剧场演完以后一样的 report。我期待看到的那天音乐节的 report 是本来是冲着压轴的盖来的，
没想到呀，被第一个开场的抱抱给圈粉了。我特别想看到这样的 report， 晚上回去我各种搜啊，全平台的在搜音乐节、抱抱演出、说唱、脱口秀，无人在意。我那么卖力的互动，那么卖力的段子，那么卖力的唱歌，无人在意。所有人都在问，说为什么这个叫抱抱的 rapper 的苹果肌这么亮？我说真的，我害怕这个节目播出去，真的有人问我无关我的段子。就在弹幕那儿问为什么他的苹果肌这么亮，我会到时候会给他回复。我说感谢你收听我讲述来自陕北的故事，叫我 AKA 红富士。OK， 谢谢大家，我今天的表演就到此结束。由 everybody， 谢谢各位收听我来自陕北的故事，叫我 AKA 叫我 AKA 红富士。耶！哎呦，这里是 AKA MC 杜鹃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我是白云下面杜海涛，最爱吃拔丝香蕉，拌的棒棒棒棒棒。杜海涛有没有你别人特别厉害的说这段的时候，别人从你面前走开的呀？我是杜海涛，别人走了。这里是 AKA MC 杜鹃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我是白云下面杜海涛。追着说，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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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棒棒！感谢我们的抱抱，感谢我们杜鹃花杜海涛，来吧 ，rapper 见 rapper 聊聊。我挺喜欢他整个人的这个感觉的，特别喜欢，对，因为我也很喜欢说唱。我就觉得他整个这个范儿表达每一个层次的时候都很有自己的感觉。对呀，你看这两块苹果肌，一块比一块亮。我现在看不清，我感觉你像两个大灯照着我，还是远光灯是吧？你给打双闪。我一直有个疑问，当时你演出演得特别棒，一切都非常棒，你那墨镜是怎么不掉下来的呀？你那个墨镜怎么能变成？你也没什么东西卡住。哥，因为我头大。你说谁脸包头？你说谁脸包头？谁的脸像皮球？你这样是在玩火。哎，抱抱本身是怎么着？先脱口秀还是先 rap 的呀？其实先是 rapper， 然后我有好多兄弟们，我们一会儿会演出，然后我呢又因为没歌，他们演的时候我就 talking， 然后观众说，哎，这哥们儿说的比唱的好，我说，哎，可以试试。等于你中间串场的时候，就是都特别搞笑，大家特别喜欢你。对。然后后来你发现这事儿挺好玩的，是吧？对。哎，那你这口音后来就是没有说矫正什么的？我喜欢我的口音。我骄傲。我们也喜欢你的口音。之前我认识那个山东那种 rapper， 然后还请那 producer， 然后给他 producer 1个多月，就为练他那口音。后来 producer 口音特别重。哎，可是抱抱看上去就是 rapper 就得特别很凶狠一样，你看上去特别像那个年画娃娃。给他条鱼，他要抱着。咸鱼。鲍鱼娃娃。有没有人说过就是要凶狠一点，就是说那种上去得是那种？哥，我真的很难凶，你就想想我怎么 diss 你们，我那个 diss 我都说不出口。来呗，哎，你也是 rap， 你也可以说唱，要不你先递他一下，你递他一下，他给你回递。我弄一个啊，哎，来递一个啊，来，他可凶狠了，长沙最狠的杜鹃花啊，邪恶小绢花，来一个，我来一个。我很喜欢抱抱，嘿，整个人蹦蹦跳跳。你就在这说笑笑。因为搞说唱你搞不过，一给我里调调。Come on, come on, boy. Come on, boy. 调调，哇塞，这一段乾隆听的都说好过时啊，哇！哎呀，这词儿我也憋半天，多少年了？哎，怎么样？他说你调调，
哎，涛哥从英国留学回来，感觉多了一股英伦的惆怅。有。哎，我看你抖音最近发的最火的一条，蹭的是妈妈的流量。哎呀！好感人！棒！他说的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木兰涂鸦老师。好典型的 rapper 在 battle 当中被击溃以后胡言乱语的这种状态。哎，涛哥，我刚开玩笑。我这次来录综艺只有2个目的：第一，把通告费拿回去给我媳妇儿买包；第二，我妈说了让我好好来学人家杜海涛。太好，当着了。我觉得演了半天了哈，我们特别想听的当然就是那首《霸道》。能不能我们来2句啊？让我们现场一块跟着你造一段啊！你们确实不了解我，我但凡有才艺啊，我会主动展示的。让我们给他这种音乐节的欢呼啊！下面有请到的这一位是中文最夯的 rapper 爸爸。家人们，我这歌特别简单，副歌就1句，你们一定是会唱的，好不好？准备 ，My bro，Let's go。兄弟开着车霸道，把油给我加满，出门去下大道，你的跑车叫滑板。兄弟开着车霸道，把油给我加满，出门去下大道，你的跑车叫滑板。兄弟开着车霸道，兄弟开着车霸道。好了，老师，剩下2分钟都是这一句。我觉得歌真的唱得很帅，但是不如脱口秀。希望您这个一直能霸道下去啊！不管在哪个赛道，都能够赛出自个儿的特别棒的未来。谢谢大家，拜拜，再见，拜拜。拍特别好，整个舞台上整个表现都非常的自如，甚至超水平发挥，替他开心啊！抱抱也太霸道了，因为他不光是只是说热闹，他的段子也好，他的表演状态也好，都是有效的呈现，所以他好到就是令人生气。我预测以后脱口秀界这个说唱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呼兰是谁？呼兰是先开辟这片赛道的哈。好嘞，行。那么下一位呢，是一位这一位大家听完之后一定会鸦雀无声。炸了，没法接呀，哥哥。观众特别好，你只管演你的，兄弟给你开得很好，你放心。抱抱很炸呀，他炸的我在后台登我都有点心慌了。哎，他真的很讨喜哎，他人又活泼啊。这太难接了。炸翻了，他的舞台表现力还有情绪感染力太强了，接不住。观众已经被那个场子轰得很燥了，然后你再去平平静静给他们讲段子，其实就已经是，填不满他们的期待了。那么下面这一位是来自山东的高铁工程师楚哥。大家好，我是楚哥。大家从我的穿着能看出来，我不是一个 rapper 啊。哎呀，我真的这怎么接啊？在音乐后面啊。大家先鼓掌吧。其实我是一个山东人，因为高考离开了农村老家。我高考的还可以啊，我高考考了643分啊。我不是故意在 rapper 后面讲这个的。确实高考643分啊，我们村历史最高分。直接从那以后，我们村的家长再教育孩子，只要我在面前，都会问一句：“你当年考多少分来着？”去年春节回老家，在村口约一个老同学，他开了辆某迪 A8，4个圈的。我也开辆某迪，2个轮的。这路过一大爷很好奇，问他说：“你那个车多少钱？”他说：“60来万。”大爷看向我。你当年考多少分来着？
主要是我们村的有些人还以为我混得很好，经常找我办事儿，就他开车违章了都找我，我真的很无奈啊。我600多分也不够扣了呀。高考很顺利，但我中考就没那么顺利，因为我中考考试前一天晚上我太紧张了，我一整晚没有睡着觉，就第2天考试的时候反而不紧张了，就睡着了。这后来我是被监考老师叫醒的，我一睁眼他就站在我面前，你再说梦话就算你作弊。这考完试之后，我的人生都完了，你知道吗？我特别难过。然后我一好哥们儿，他觉得考得不好，那天晚上我们2个就肩搂着肩走在操场上，互相安慰。但后来成绩出来之后，我特别生气，我感觉我被欺骗了，因为我那哥们儿考了全级第2。真的回想他那晚的嘴脸，那亏我那么信任他，他也特别生气，因为我考了第1。这我也很疑惑，我都怀疑是没人趁我睡着做我卷子了呀。然后我们班其他同学呢，都觉得我们2个虚伪，会遭报应的啊。我那哥们儿报应就是他高中的时候成绩直线下滑，最后只能上个专科。而我的报应就是，他去年买辆奥迪 A8。我能考上大学，我主要得益于我妈啊，因为我妈从小对我管理非常严格。我每天晚上8点就得睡觉，晚上不许看电视。但每天晚上我睡觉之后呢，我爸妈却在堂屋看电视，而我的床就在堂屋。不过他们怕影响我，他们会故意把电视的声音开得很小，小到他们正好能听清。我也正好能听清。真，你们知道那种什么感觉吗？就像电视里的角色，趴在你耳边说悄悄话。将士们，冲啊！最近再不最难受的，最难受是什么？最难受的是电视上播喜剧片的时候，就你想笑，却要硬憋着。就有时候憋到我的被窝里，我浑身哆嗦，你知道吗？但我妈还以为我冷，使劲给我加被子。其实她加被子的时候可能会意识到了那个灯光会影响我，然后又把我的头捂住了。这后来我都分不清我到底是睡着了还是被憋晕了。当有时候你忍不住也会笑出声嘛，但怕被发现嘛，我就假装说梦话。这个题简单，哈哈。但梦话说多了，我爸妈还挺担心的。我妈说这孩子老是说梦话，要不要看医生啊？我当时特别想跟我妈说，妈，不用看医生，看电视就行。主要是我爸妈他们也要憋笑，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一家3口一块哆嗦，就显得我家特别冷。要不然怎么说我们家是寒门呢？后来也确实通过高考走出了农村嘛，去了大城市啊，青岛。但是我一直都不觉得自己是个城里人，就很敏感，就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就我在意别人看法到什么程度啊？就去理发，去之前我要先洗头，我怕人家嫌弃我。去洗车，去之前我要先自己洗一遍，我怕被人看出来半年不洗了。真的在高铁站打车也是，我距离太近我不敢打车，我怕那个师傅阴阳我。那这点路不够跑一趟的。但有一次我出差回到青岛，凌晨2点嘛，我只能打车，但我家离高铁站只有3公里。我一上车，那个师傅就嘟嘟囔囔的，我等半小时了，拉这么玩意儿，他都不背着我。我的忍耐力有限度的呀。我说师傅，你别说了，你绕路吧。我能报销。我们师傅都亢奋了。那天晚上我到家的时候，天都亮了，师傅还拉着我接了2单。这中间甚至有一次路过我家门口，但是我俩都没吱声。但后来结账的时候，我俩都懵了。我师傅太亢奋了，我太紧张了，我俩都没注意，那个订单是1口价订单。就师傅拉了我一晚上，
挣20。不过现在确实也好很多了，因为现在这么多年了，我现在已经想通了。其实我想没有必要这么敏感的。别人因为我是农村的身份还瞧不起我，那不是我的问题，是对方的格局和希望有问题。对，我应该瞧不起他，但我不能瞧不起他，因为这样显得我格局和希望有问题。我现在反而觉得我很喜欢农村人这个身份，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就是说每次放假，我哪怕在青岛待着，我满脑子也都是工作。我只有回农村老家，然后走在那个田间地头里，我才能感觉到真正的轻松。而且农村人也很朴实，他们不会给你造成真的压力，他们不会给你聊房贷、聊车贷、聊加班，他们只会很真诚的问你，你当年考多少分来着？谢谢大家水果。来吧，来海涛，跟聊聊，看看怎么样？这是第一次看吗，楚哥？我第一次看，第一次看。能共情吗？600多分这种感觉？不行，不行。我也不行，我使劲共情了一下，不行。我能共到580左右吧？对，600再往上是共不了。对，无法代入。哎，楚哥，你说你小时候怎么听电视？对，因为我爸妈不让我看电视。那后来怎么着了？就是后来那个疯狂的弥补了吗？要看电视？我弥补的特别厉害。我大学的时候疯狂看电视。我大学期间，我觉得4年我得看了有200-300部电视剧。哇塞！1月份要考研，我12月份看了有4-5部电视剧。哇塞！完全放纵了，就是把以前小时候的遗憾全都补回来。我上一次听人这么说，玩命看电视的还是黑灯呢，就是说他看太多，再不看不了。对。还有那种小时候补偿的事儿有吗？就是说像他刚才说那个，哎呦，这个太有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那会儿看一本杂志叫 Size， 什么 ？Size 对吧？SIZE 对吗 ？Size， 我是留学生，差点让你验牌验出我的身份。你没有拼写，你说 S 啊，对，S one two， 哎呀，行了，S。然后那会儿我记得就是翻到那本杂志都被包浆了，就是翻到后面的时候，有一张照片是那个潘玮柏啊，然后他一个侧面，然后穿着一双 Air Force One， 哇，我那个时候觉得太帅了这双鞋，我记得那个时候买就是类似于是520还是560，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妈太贵了，然后最后我就买了双300多的。300多也是假的，一半真一半假，这个鞋一只真一只假。我是按真的买的，但后来我感觉我真心买假货。我后来觉得有点问题，然后后来我就是像我这么多年录节目，就是发了通告费之后，就会先买一双鞋子，就是我喜欢鞋子。人家种草，你种鞋了，是不是啊？就是这意思。太大了。对，我小时候特别想吃，你知道去冰激凌店，只能买1个球。我就觉得我以后长大之后一定要弄一大堆球。然后我之前有一回，那个我们乐队刚开始挣钱，后来去南方演出的时候，然后人家问我要什么口味，然后我说你这儿有什么口味？因为我都想要。他说有芥末，我说芥末味儿，然后他说芥末多口味你自己挑啦。然后当时我那1个球上顶了一大堆，然后舔，哇，当时好过瘾呐。其实小时候有梦想，长大实现了，怎么着都是一件好事儿，是吧？谢谢楚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今天演出是不是很放松的，因为我确实有觉得你在它不同的场域下、不同的风格下，你很难再扎回去，导致你心里的会产生一点点的落差，导致你的紧张感。哎呀，反正我就觉得演的不是很好。楚哥其实他作为一个山东传统男性啊，给自己的枷锁太重了，其实他讲的挺好。每到深夜，我就会想起曾经脱口秀的黄金年代。那时候的喜剧没有套路，无比的纯，但现在再也找不到100%纯粹的东西。面呐，你把这当开放麦了，我都饿得快晕了。而且谁说没有100%纯粹的东西啊？做面跟脱口秀一样，得敢把好东西拿出来。哎，实货，段子可以垮，但油必须纯。
啊，好香啊！长康100%纯芝麻油，坚持纯物理压榨，纯好味道。咸鱼便宜，咸鱼集市更便宜。本节目由咸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税。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喜之郎果冻多点关心多点爱指定产品赞助播出。哎，来了吧，惊喜嘉宾快来了，对不对？要来了吗？我感觉还在路上，我觉得还得再憋憋。好，那咱们就看看这一位他是谁。哦，这一位非常可爱了，这一位长得特别像草莓熊，有请我们的严一鸣。其实我刚开始上台之前，我在台下是很忐忑的那种，因为那个场子被鲍勃老师炸完之后，我怕观众就是已经全都喜欢他那种风格了，怕适应不了后面大家那种纯讲述型的了。然后感谢楚歌老师吧，他通过自己的讲述，让大家重新进入到了听我们这种纯讲述段子的状态。拼了，尽力，有请我们的严一鸣。草莓熊来喽！大家好，我叫严一鸣。谢谢。跟大家聊聊。哎，我最近发现我呀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不会修车。可能你们觉得很正常，对吧？关键我是干这个的。我上学学的这个，我在大专学的修车，然后我和其他大专生不一样，我是从中专升的大专，挺难，专升专。643分，这辈子没法体验。中专升大专人少，一共就那10多个人，因为人少，学校想让这些人都当班干部，就是想让我们互相管。然后开学第一天当天是真的我有事儿没去，然后第二天再回学校问题就出现了，我全班一共15个人选出来14个班干部，我14个班干部转圈管我一个。我赶紧找着班长，我问他，我说哥们儿，那我管啥呀？他说你得管我，叫班长。我又赶紧找着老师，你知道吗？我说老师还有啥职位没？后来被班长带着那13个同学投票否决了。不是学校里没有那么多职位，为了给他们封职位都离谱到啥程度了？学的修车嘛，都封出来底盘委员了。太离谱了，你知道吗？确实学的修车，但我说实话，真的，我对修车我不太感兴趣。不是说这行不好，我不感兴趣。选专业的时候，我爸和我说，他说儿子，你现在年龄也大了，你做什么选择我都不干预你。数控机床和修车，这2个，你随便选。我说那数控机床吧，他说数控机床很累，黑天白天加班。我说那修车，他说哎，这个是你自己选的啊。我就知道你得选这个，我当时我就觉得好像有点被骗了。我说那我选数控机床吧，还是这个4个字儿一听就厉害。他说字儿多没用，数控机床在修车面前他就是个弟弟。我当时听完我说那我就选这个，这个一听就有前途，4字弟弟。没有办法，最后没犟过我爸，还是选的修车。然后上那个学校，我真不感兴趣，你知道吗？我也不听课。然后老师看我不听课，他呢就是经常讲一些跟课堂无关的话，把大家注意力勾过来，然后讲专业知识。他说我前一阵车撞了，差点跟对面干起来。他说完之后，我们所有人全抬头了。就这招对中专生太管用了。就你但凡了解我们，你就知道。我们最大的爱好就是帮人平事儿。然后他说：“哎呀，没事儿也没啥大毛病，就是我这个车呀，发动机呀，点火系统有点撞坏了。哎，对了，同学们，发动机点火系统故障是因为火花针间隙不正，高压线电阻过大。
我当时就感觉我有点上当受骗了。哎，这啥感觉呢？就好像大张伟在台上给大家唱歌，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的滴滴的，然后给你讲喇叭的工作原理。莫名其妙的，你知道吗？然后他问我们，他说：“你们为啥不听课呀？你们男生不是天生就应该对车感兴趣吗？”我想知道为啥呀？为啥男生天生就要对车感兴趣？那我想知道车没发明出来之前，男的每天搁家都干啥呀？不是，难道那个时候男的每天搁家待着就是哎呀，这一天活着可真没意思啊！而且你说男生他就是对车感兴趣，他也是对开车感兴趣啊，谁会对修车感兴趣啊？真的，你想一下，男生他要对修车感兴趣的，他进 4S 店买车，跟人家说的就得是，你好，给我来一辆轮胎爆炸，轮毂缺失，底盘断裂，一开起来嘎吱嘎吱响的把手泡水声，我回家修。不可能，你知道吗？然后当时那个老师吧，他是教汽车改装的，他说那个我有个学生学完这个之后啊，在国外干这个特别受人尊敬，一个月能挣好几十万美金。我当时听完我说这也太能吹了，一月好几十万美金。这老师刚才是教汽车改装的，这会儿不教汽车了，改装了。而且就是我合计，怎么能你干改装车能改成好几十万美金？你给车改成变形金刚了。而且我觉得真的，你真正修车，我觉得受人尊敬的地方，它不应该是国外，它应该是变形金刚的故乡赛博坦星球。哎，你想一下，一个修车的在那儿指定受人尊敬。你想一下，我在赛博坦星球大街上溜达，擎天柱看见我了，说：“呀，一鸣老师。”哎，你给我看看我这两天肩膀头子疼，咋回事啊？我说那咋整啊？你喝点95的？不是，你柴油就别喝了吧，那玩意儿烧心。而且真的，只有修车的在赛博坦星球受人尊敬，卖车的都不行，人贩子。而且你知道学修车最烦的是啥吗？学修车最烦的就是过年过节你家亲戚来你家串门的时候，他真让你帮他修啊。当时那个亲戚来我家串门，你知道吗？他得知我学修车，他跟我说，他说：“哎，正好我车有点毛病，你给我看看呗。”等他说完让我搁这看看的时候，我就知道完了，今天我跟这车全废了。真不会，他说你就给我看看吧，我这好不容易来一回，我没有办法，我只能下楼给他看看。我说你这车啥毛病啊？他说故障灯上都有显示。我说实话啊，故障灯我看不懂，我就只能摸索着给他修。但是最后真给他修好了，真给他修好了，我给他故障灯摘了。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这个提出问题的灯。其实是开玩笑，我不可能真的给人家故障灯摘了嘛，那太蠢了，不可能。然后我当时其实还挺绝望的，我爸就在旁边，我觉得他还挺丢面子的，真的，我也挺难受的。我跟他说，我说你这车啥毛病啊？他说我这车没啥大毛病，就是发动机点火有点费劲。我说哎，发动机点火系统故障是因为火花针间隙不正。谢谢大家，我是一鸣。好玩，我太喜欢这段了。怎么能讲出这么多好玩的事儿呢？我前面讲这些段子，就是为了最后引出这段话，让你们体验体验我当时上学的感觉。就是听我脱口秀，你不白听，起码你学会了一个修车的知识吧。你看，我就不是，你看啊。不是，
这只能证明一件事儿，你知道吗？谁对修车感兴趣？哇塞，问观众鸦雀无声，尬住。我刚想说，我学那干啥呀？也是个手艺，也是。海涛感觉怎么样？他真的，他就整个底盘感觉特稳。哎，他这个，谢谢。而且说起来慢悠悠的，但感觉整个人都那个内容贼有劲儿，人也贼有劲儿。对，哎，本身修车怎么样？就是真不会，还是谦虚？为了段子这谦虚呢？其实上学的时候还会一点，然后我一直没从事这个行业，现在基本就是你要我干这个，基本就得从头来了。其实修车这事儿是能用的。哎，我觉得修车对我来说很有用，因为我不学修车，我没有今天这段子。有用。不是，如果这期播了，喜欢的人多，也算靠修车吃上饭了。那当然了，可以，绝对要这么想。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跟我常说一句话，就是别老接下茬儿。现在我就靠接下茬挣钱，对吧？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呀，它就是个圆，好吗？哎，一鸣，假如我想买台二手车，我能找你陪我一起去吗？陪你一起去？帮我辨别一下这个车有没有那个二手车贩子有没有骗我的地方吗？哎，这个能吗？可以，但是我可以教你一个选购二手车的技巧。哎呦，就是少找熟人。还好我跟你不熟，那我就找你了。真的少找熟人选购二手车这个东西。然后来，你说的是过节的时候让你突然开始修车？对，就是类似于过年，就是那种表演才艺一样。对，表演才艺啊，表演一个修车，这个太可怕了。但是父母会这样，就你学什么专业，他就以为你学成了。我以前大一的时候，就第一个学期我学法律嘛，刚回家，我爸就让我给别人解决法律纠纷。我只能用我仅有的知识跟他们讲啊，首先你要分清楚这个法律关系。他们说，然后呢？我说那就等我下学期民法分论学完了。找早了。对，他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他对自己会有误判。对自己有误判。对，我之前不是我去上学嘛，我真的就觉得我学2月，我现在已经老厉害了。我给自己办了个毕业典礼，给自个儿办，没有人参加，对吗？当时能有300-400人，快400-500人，然后整个就那么多的人，但是我忘了，其实我才刚开始学。整个一个本子大概4页纸，比如说你朗读的话，可能7分钟就读完了，全英文。我45分钟还没有弄完呢。是一边读一边查字典，是不是？就是一边说一边磕磕巴巴的，然后一直在那呼麦，然后hello，不是 real， 这种念单词在这儿，有人念字 A B C， 最后把那个整个的稿子都打到那个屏幕上了，就最后变成线下的，就所有人一起朗读。哎，那你应该大概已经记住一些了，对不对？给我们现场朗读一下，好不好？哎呀，别，听不听？哎呀，别，前3句 ，Hello，Nice to meet you， 拜拜，就出下去。I'm do high talk。不是，他叫做哇，你叫做 Hi， 他英文叫 Hello everybody, I'm Hi, I'm TV show host. Nice to meet you, everybody。老英国腔，然后呢？拜拜。See you。哎，这我真觉得大家应该有一个自己的爱好，不管是任何的事情。就像我小的时候，我就写字，然后也会画一些东西，然后慢慢你会发现这些东西真的就是都会长在你的身上，因为这个就是我自己画的。对，然后这个底下，你看这个谁 Q 你这段了？有病吧？自个儿莫名其妙说你一定要喜欢这个，你看看这就是我自己画的一个 T 恤衫，多少钱呀？我问问。然后是这样，就是这一段，这个多少钱？这个叶子这边是木啊，然后这边是土，然后是石嘛？不是？然后这不是，这是一个土，然后这是一个度。哦，这还真是个度，这是个木，这是个土。哎呦喂！各位喜欢的话，屏幕下方的链接记得。哇，我就知道是这一段。谁 Q 你了？自个儿来这么一段啊？可以。那么我们谢谢您，谢谢严一鸣。该来了吧？闲鱼便宜，闲鱼集市更便宜。本节目由闲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税。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该来了吧？什么？惊喜来了！惊喜嘉宾呢？朋友们，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嘻哈包袱铺主理人高小攀。我是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小攀。为何我叫小先生呢？因为这样称呼甚是可爱。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啊，能叨死你。相声讲的是人间烟火气啊。我从一个相声行业里头到一个脱口秀的领域里头，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希望观众会喜欢我今天的表演。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泰斗高小攀。我是一名相声演员，通过我们的努力，终于今年春晚没有相声了啊！但是我一点都不生气，因为除了我以外的相声演员上春晚，我才会生气啊！大家知道我上过几次春晚吗？不知道，我意料之中。我上过3次春晚，第一次是15年。第2次是17年，第3次是22年。15年呢，我是跟冯巩老师、张小斐老师演了一个小品，叫《小棉袄》。对，17年说了一段相声，叫《老说》。还有就是22年，开场大合唱里头有我，0.8秒。弹幕还没发完呢，我的节目已经结束了。但是那一年我没有任何的差评，因为大家把火力都集中在围着圆桌说脱口秀那4个人身上。今年大晚会也找我了，我就很害怕导演啊看不懂我那稿子，我就在每一个梗后头加了一个括号，我说这是笑点。导演组很快回复我，这不是笑点。但是我很羡慕脱口秀演员，上春晚演砸了，可以吐槽自己，继续赚钱，形成一个没素质的闭环。还有一次是有一个演员叫孙涛，孙涛大家都知道吧？就是春晚每年都会演一个小品的老演员孙涛老师，我们俩长得比较像，他比较随我，就是每年我叫。有一次我们一个化妆间，孙老师跟我说：“小攀，我今年春晚里头缺一儿子。”你能不能演我儿子？但是那一年我有独立的相声作品，还是黄金时间。当时我就拒绝了孙老师，拒绝那么大的腕儿，我骄傲。没过2天，我的节目毙了，我就赶紧给孙老师打电话，我说：“孙老师，您还缺儿子吗？”哦，大张伟已经演了。你还缺孙子吗？哦，杜海涛已经演了。后来我明白一个道理，这人呢，不珍惜机会，连当孙子的机会都没有。但是你还是想努力。我老说努力到什么份上？有一次我遇见一位大师，我说：“大师，我想上春晚。”大师给我比了一个手势，你没问题。22年我确实上春晚了，上春晚之后我才明白他这个手势什么意思，0.8秒。你说为什么这么努力？因为人嘛，都是想力争上游的。人间名利，无非是水中望月，红了多少眼，碎了多少梦，到头来不过是白发遮面，放手好散。人生一世苦涩辛酸，不过过往云烟，苦涩皆是心念不透，心酸回眸望繁华满地，一梦而追寻，一寻而追梦，待人生一世周而复始。待会儿再鼓掌。子曰：“君子实无求道，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我相信所有的观众跟我一样，也不懂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就我每次在脱口秀的场子里演这段，脱口秀演员吐槽我说：“小潘，在脱口秀的场子里背贯口，这叫脏活。”对，
我说弟弟，你没有见过更脏的呢。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你说上完春晚之后，确实会被人认出来。看今天中午我吃饭花了301，就让人给认出来了。看在你是高晓攀的份上，300。语气呀，我说那我要是花了304呢，一样300。太好了，给我拿瓶可乐。谢谢大家，我是高晓攀。谢谢小潘。都来了。Hello， 您坐。Hello， 大家好，我是嘻哈饽饽的相声演员高晓攀。太棒了！哎，小潘怎么跟你就有这渊源了？我们刚在北京见了，我们在线下在那个开放麦啊，那天大宅也在，但那天他们俩都说了，我没说。在北京相会。对，就都在那儿。哇塞，这个故事这么的稀松平常啊，就是没有任何的点呀，好棒！介绍一下这个衣服吧，这是你画的。这个衣服啊，这个底下是有一个我的设计的，然后这个笔触啊，这跟我人生的感受是。你说你的。那一天我去试段子嘛，然后突然他们跟我说，哎，后台来一大腕，我说谁呀？海涛。然后第一次的见面，后来编导跟我说，海涛老师那天也要说脱口秀，本来想听一下海涛老师的段子，后来也没听上，所以就是有一些遗憾。没有什么遗憾。然后呢，他那些东西也就那么回事儿。没有。你如果实在想看，进度条往这一扯，什么都看见了。小潘，你是真的要讲脱口秀了吗？没有，并没有转行，还在说相声，但是一直在跑全国各地的开放麦学习。那小潘老师，你觉得就是讲脱口秀跟讲相声有啥不一样的？对呀，招人吗？啊。哎呦，我觉得一句话就能说得特清楚，就是上台的第一句话。脱口秀演员一上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晓攀。但是说相声的不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然后再有一个创作体系也有很大的区别。你看这个说相声的是很少有负面情绪的，但是脱口秀一定是有负面情绪的。相声演员日子过这么好啊，很少有负面情绪。是因为我们一辈一辈的教育告诉我们不要去轻易的冒犯观众，因为你不知道下面坐着谁。但是脱口秀一定是一个不能说完全冒犯的，但是它会有一点冒犯的艺术在里头，所以它是创作理念是不一样。他们就是互相冒犯，都是砸捧哏的。哦，对，台上的两个人会互相冒犯。对。前2天我们录节目时，阎鹤祥去了，阎鹤祥当爸爸了，然后大家都惊讶了，说捧哏也能当爸爸啊？你说多损这帮人！下面这一位观众朋友们，你们一定会非常的喜欢，这是来自我们的长沙的妹头大帅。哎呀，谢谢。今天我想聊那个谈恋爱的事儿。大家都谈过恋爱吧？没有。没有吗？那你们是怎么笑得出来的？胡言乱语，我太想聊了。咱们今天就是还是浅聊一下哈，我太想聊了啊。然后因为我有一个姐妹很爱花钱，尤其是很爱给男人花钱对，都说啊给男人花钱会变得不幸，她确实完全不信。但是你们绝对想不到，她给她男朋友买了个啥？车吗？房吗？哦，这就是正常人能想到的东西了。不是车，不是房啊。听好了，她给她男朋友买了一份养老保险。她要替他养老。经常谈恋爱的朋友都知道，是吧？这也
太不保险了。我都懵了，我说那有钱人谈恋爱思路可能是不一样啊，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富贵险中求吧。果然，求人得人，她男朋友在外面找了别人养了个小的，幸好啊，后来还是发现了。只能分手了。那我们女孩嘛，是吧？姐妹们肯定就围在一起，大家都安慰她啊。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讲不出好听的话，我只能说，练。确实是有点厉害啊！你看一场恋爱，它弹出了一种生态感，一个完美的闭环。我说你看啊，你们一个养老，一个找小，你这个恋爱谈的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是谈一次恋送2个亲人。这件事以后，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就是复盘呢、自省什么的，然后他就越来越质疑自己爱人的能力。因为老有人说嘛，哎呀，你们女人一谈恋爱啊，智商就为0。于是他也真的就觉得。那是一种愚蠢一种脆弱，一种自我感动。然后我就总觉得这个事儿有点不对劲啊，太不对劲了。我也就开始思考，我发现怎么每次都是被辜负的人在自省啊？我们会不会太爱自省了？都说亲密关系是一面镜子，怎么就一个人在照呢？我觉得就很像白雪公主她后妈。明明那么美，你非得天天去照镜子。你说你照就照吧，还天天问，天天对着魔镜就是我要烟牌。而且他是不是忘了，在他干掉白雪公主之前，他就已经是女王了呀？哇，对吧？她不仅美，她还有阅历。有没有可能她干掉的就不是白雪公主，而是那个天真、善良、美好、愿意相信爱的自己？谢谢。吧，所以朋友们，尤其是姐妹们哈，就别老照镜子。但是啊，有一种镜子，让人防不胜防。你说你不照吧，它还回光返照。对，前任。你们有没有？对，分手之后还会遇到前任。哎，我就遇到过。为什么这么不爽？就是因为我说实话，我谈恋爱那会儿就是90来斤吧，小巧可爱，那个时候是真的漂亮。现在也漂亮啊，我知道。但是遇到他那一次，130，女生应该懂吧？对，你遇到前任已经很不爽了，结果还叠了一个40斤的 buff， 很直观的感受就是想死。而且我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就是心情很好嘛，然后我家附近新开了一家咖啡馆，然后我就在那边等人等朋友，哇，哎呀，心情太好了。你知道在那种环境之下，人就会装一下子，我就点了一杯从来不喝的冰美式，喵，苦的。但是你就感觉美式吧，它就是吧，感觉好潮啊。就感觉别人都在关注着我，其实我也心不在焉的。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彪形大汉，他夺门而入，那我就很顺势，我就抬头看了一眼，我说：“哎呀，这个脏东西！”我一下就把他认出来了。然后，女孩啊，我们立马就意识到，哎，我太胖了，我也太胖了，我不能被他看到。但是转念一想啊，就算他看到我了，哎，他也可以不打招呼，对吧？都说最好的前任就像嘎了一样啊，结果他那天确实有点嘎不瞑目了，因为他看见我了，他还给我打招呼。我觉得他可能也不敢完全确认是我，因为确实虎背熊腰的是吧？他看着像吧，然后他就隔很远啊，他隔着很远，他就边走边喊：“哎，大顺，你怎么这么胖了？”他脱口而出。我当时脸色非常难看，我翻了一个白眼，对吧？你不能一见面就出口伤人吧？好歹咱以前也爱过。哎呀，他应该也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是吧？本能的想补救一下，但他那下可能脑子被电打了吧？还没等我开口，他又立马补了一嘴，他说：“哎，该不会是怀孕了吧？”
我居然还胖出了一家3口的感觉，真的很想骂人是吧？但又立马我又意识到，哎，在他眼里我已经成家了，还挺美满的是吧？啊，那么这个时候，朋友们，眼前就有2条路了，要不就承认自己怀孕了，要不就承认自己长胖了，是你怎么选吗？怀孕。我当时立即马上就决定自己怀孕了。戏就给足了，我一个反手，我说对啊，应该是那本美式起了作用，确实给我哕了一下啊，有点哕大了，因为生怕他不信嘛，哎，结果他立马就信了。我估计他也没多想，因为我这么说其实也缓解了他的尴尬，他就觉得自己猜对了嘛。就不存在，就是说冒犯我是吧？然后他还特别 nice 的跟我说，他说，哎，是吧？我就说嘛，看得出来。我觉得啊，也行吧，到这儿也算是一个 happy ending 啊。说完你就赶紧给我滚。结果他还要追问，那正常人就问孩子几个月了。是谁的？哪怕他口无遮拦问是不是他的，我都能就是应对过去。结果他问的超偏门，他说：“哎，怀孕了怎么还在这边喝这个冰咖啡嘞？”哎，而且听起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对吧？但是精准的踩到我的知识盲区啊！我当时都头脑风暴了，我想说，对呀，怀孕了能不能喝咖啡啊？还是冰美式？都苦着孩子了都。哎呀妈！但是我当时真的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边笑边说：“我说没事，宝宝爱喝。”那我也是宝宝嘛，他以前可是这么叫我的呢。这场偶遇，如果是以前啊，我一定会就是回去我就逐帧分析，我有反复的自责和反思，我会觉得分手之后我没有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我应该要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很经典的自省。但是现在我不会了，因为我知道前任啊只是一面后视镜，他虽然会出现在我的面前，但照见的都是回头路。我没打算走回头路，因为警察叔叔说了，逆行啊是自己全责。所以朋友们，别照镜子，别回头，一起大步向前吧！呀！谢谢大家，我是大顺。大顺每一次都超级的精彩，对，他出包袱的时候老是那种撒娇，哎呀，然后自个儿还乐啊，对，又可爱还自个儿还自嘲，就特别好玩。对，我喜欢大顺这种感觉，因为她就像我在长沙认识的就这一类的女孩，就特可爱。哇，你认识这么多女孩啊！不应该只认识梦辰吧，对不对？怎么回事？哎呀！刚才那个词儿我要学习一下，说那个特别胖什么啊哈什么胖？哎，不是，他说的是苦，喵苦的。对，我们长沙话喵苦的，就是超的意思。超级。所以邓超应该叫邓喵，就是喵人来喽。但是你知道，刚才你聊着的时候，我们那个大宅往心里去了啊，因为刚才你说一句，你怎么还喝冰美式啊？有点代入了吧？说明那前男友心里还是有你。可能说明大宅心里有人吧。咱不搞这个，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个问题啊。你胖了40斤，胖20斤的时候想啥来的？知道你为什么单身了，就是。然后那个大顺还说了一些，就是说，比如说大街上突然碰见一些比较尴尬的时刻，各位碰见过什么尴尬的时刻吗？我经常碰尴尬的时刻，是我自己制造出来的。我只要在路上，我只要看到有人就是眼神，比如说我们对视了，你就会过去，想合影。手机呢？有病吧你！用我的。
你在马路上这么干呀？一堆人不看车了，就看你在这。因为我就爱合影，我明白，喜欢跟别人大家聊这种感觉。对，而且我最可爱的是，有的时候可能突然一个场合，可能2、3年前，或者5、6年前，甚至10年以后，10年前，就是我们又遇到了，又遇见了，然后又会合影，就是又会拍。你尾随人10年啊！我追了你10年呢。哎，我认识你这样，我有一个艺人朋友特逗，就是那种他特别希望别人认出他来。他每回就是去别人家那儿，然后人家不是保安不让他进嘛，他一摘那个口罩，说哎我就说一个字儿，人保安说滚，好嘞。我之前还跟大顺聊一句，因为他真的太优秀了，特别希望有更多人看见你啊。我还说我说不参加点别的节目，要不推荐，就是都可以去嘛，各种各样的节目。大顺说他就想在长沙演呀。费姐啊，费姐，但是我真的很希望，是不是各位也希望有更多人看到大顺的精彩？谢谢，我努力啊，努力啊，一定，我觉得没有看过你演出的人对他是种损失。所以说我真心的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喜欢你，看到你的演出，好吧？谢谢大顺，谢谢老师，谢谢大家，拜拜。谢谢大顺。大顺还是一如既往，像是那种朋友之间对谈，既如沐春风，又笑中带泪，优秀。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给今天自己的表现打多少分？120。为什么呢？舞台当然不可能是完美的哈，可是我觉得就今天的我的感受，我觉得我完成了。然后呢，20分是给自己的鼓励，所以是120。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最后这一位今天是我们的 Sky One， 就是我们的天一，他来啦！我就喜欢在后台读读这种口袋本，看看书。你去刷抖音，你只会成为一个乏味的中年人。能看进去天一老师？我说能看进去吗？看了100多页了。我就其实，在后台有时候乐意就是看点书啥，不想老玩手机。我觉得这本书蛮不错的，它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科幻作品。你觉得有些故事的结尾，觉得哇毛孔都炸起来。然后走没光了。最后这一位就是我们的天一，他来啦！嗨，朋友们，嗨！我想问问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就特别讨厌那种特别能装的男的，对吧？我之前看过一个综艺切片，里边有个男嘉宾，别人问他你最喜欢哪个城市，他说我最喜欢的城市是 Manchester。白眼翻到一半，发现翻早了，因为他旁边男的更装，说我跟你不一样。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最喜欢的城市是 Southampton。Southampton， 南安普敦。我感觉这4个字中文说出来不费劲，对不对？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说成英文。我觉得咱们俩中国人日常聊天，说完 South 之后，你后面最好给我跟一个面。South。面，但是不光电视上啊，我感觉在大城市生活，现实中遇到的装的男的也挺多的。你们遇见过那种假装不知道自己条件好的吗？就跟你聊天自我介绍说嗨你好，我叫 Michael。我是那个国内985的本科，在美国 Stanford 读的硕士。回国以后呢，独立创业，现在靠自己，在北京有6套房。3辆车，8块腹肌。我说谁问你了？这种人还会说对我很在乎 fashion， 有在用心穿搭了。你问我身上这件，这是一个小众的牌子，他们家这件 T 恤的正价是1299元。但我没有买过打折的，不知道打折会打多少。
我敢保证，朋友们，这种男的他一定买过打折的。我的生活经验是，一个人只有买过打折的，他才会计较正价是多少钱。还有那种装自己很热爱生活、很懂生活的，就会聊到什么哦，我有在坚持运动了，每天都会去the gym。周末一有机会就去户外，冬天当然是去滑雪，因为滑雪这种东西，你知道，一旦沾上就戒不掉的，对吧，小陆老师？夏天的话呢，23年在玩飞盘，24年在骑自行车，买了辆小布 Brompton 英国手工的变速自行车，邮政绿色的，3万多。木川，我这儿没有点你的意思。人家骑小布的不穿那个就骑行裤，你知道吗？25年到现在主要是在玩网球，今年呢在攀岩，对，攀岩是我的 new hobby。对，因为我感觉攀岩能让我感受到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这种时候我就特想问问，那这2年飞盘怎么还给狗了？飞盘不流行了就不飙升了，你那是喜欢飙升吗？你就是喜欢跟风，对不对？装完生活一般就要装文艺了，一般会这么聊说哦，我兴趣蛮广泛的，平时会听一些摇滚乐，主要是后摇啊，国内的乐队不太听了。对，最喜欢的乐队是 Joy Division。电影的话呢，我最喜欢的导演是索伦蒂诺，哦，不是塔伦蒂诺，塔伦蒂诺也太流行了。读书的话呢，这2年在读哲学。最近在研究存在主义，因为我的原生家庭不幸福。You know, my parents were divorced years ago， 所以这导致我内心其实是一个蛮脆弱的大男孩。大哥快40了。朋友们，我的个人建议，遇见这种男的躲远点儿。如果一个男的跟你见面前3次就跟你聊他的原生家庭，千万别跟他在一起，因为如果你俩在一起了，你俩会组成下一代痛苦的原生家庭。我原来其实也不讨厌装男，因为你们大概能看出来，我这人也挺装的，对不对？主要这2年大家有点太能装了，我装不过这些竞品了，所以我希望搞一个新综艺，名字我都想好了，叫《不会装就露宿街头》。定一个选角标准，就找那种小某书自我介绍10行起步的。第1行学历985（括弧本科），高考643分。然后 Stanford MBA QS No.1 要大写而且标红。第2行身高188 cm， 体重78 kg， BMI 16.5， 体脂率11.7%， 8块腹肌。第3行狮子座，月亮天蝎，上升白羊， SBTI 有5。4、5、6行的兴趣爱好：羽毛球拍、网球拍、冲浪板、登山杖，摆3行。最后2行这哥们儿通过了考试，说本人先后高分通过过 SAT test、GRE test、CPA test、CFA test、DELF test、TOEFL test。你不用管这些 test 是什么，你就记住一点就行了。这哥们儿通过不了测谎仪 test。咱们这个节目就找5个这种特别能装的。再找5个真这么生活的，我相信真有人这么生活啊。然后这10个人组一个嘉宾团，录节目的时候就让他们上去展现自我，展现魅力。10个人都展示完了之后，找一个观众朋友让你猜。对，这是装的还是真的？猜的时候赌上你的 SVIP， 对不对？猜错了，把你 VIP 给你删了，让你明白什么叫知识付费。花这一点钱认识一种渣男一辈子，大家这种节目你们愿不愿意看？所以我给导演组提个建议，露宿街头录完了，咱们下半年就录这个，因为这个我还能来录。谢谢大家，我是天一，一个不爱装的人。哎，天一，你应该是出去跟人聊天，说你用手机嘛，然后说别人说用，说我都不用，因为天衣无缝。哦，这个好，这个好。
以后我自我介绍就用这个，大老师。你一直借你的口说你有一个朋友啊，对，就是我那个朋友，特别装。对，我觉得你本身装这事儿，你能这么了解，这说明你肯定装过很多年了，装过很多年了。我刚才说那些风我全都跟过。没明白，就是说你累不累啊？听上去好累啊，相当累，要那么多运动都要去啊。我跟你说，大老师，你知道我吃过最大的苦就是当时大家不都在玩飞盘吗？啊，我当时觉得飞盘也太流行了吧。哦，要小众，要更小众一点。我去玩了那个腰旗橄榄球。啊？什么呀？什么？在屁股后面拴2个绳，然后一个人抱着球往前冲，后面人追他，去蹬他那个袋子。当时有几个人在玩？当时北京大概有100-200吧。100-200个人。对。但是玩那个运动的人，所有人都觉得自个儿特别的厉害，特别的厉害。旁边就是我们雇了4-5个摄影师在旁边拍照，发4000朋友圈。不止发4000。然后最惨的是，我当时就是你不是我得追人嘛啊，然后那个人突然急刹车停下来了，然后前面那哥们停下来，我手还在伸，然后我手就戳在了前面大哥的臀大肌里。大肌，让我们来理解一下，千年伤。啊，然后大肌，然后呢？然后右手小拇指就骨折了啊！到现在这个右手小拇指是弯的。然后当时去医院看，大夫问我怎么受的伤，然后我说完之后，大夫也很难理解，就是。这是发朋友圈了吗？发了。就刚才用怎么装的方式来说的，说我玩的一种非常。我发朋友圈是这个当时已经紫了的手指头，我说运动总是要付出代价。而且一定要写英文，写 ouch， 然后对吧？哎，那个小潘，然后咱们相声能装什么？哎，我说太能装了啊！相声也能装吗？尤其是到了这个下半年的时候，一问，哎，你忙什么呢？下半年哦，对，忙什么呢？哎呦，给春晚弄段子呢。哦，准备春晚呢。没过2天，你忙什么呢？哎呦喂，准备1审呢。你忙什么呢？哎呦喂，这不马上要终审了吗？啊，他就是悄无声息的在说自己其实上春晚了，但是今年我们也是说相声，哎呦，这怎么样了？这个差不多了。后来没想到让漫才给干下去了都。对，哎，但是我一直有个迷思，装这件事儿不是在别人看起来是个笑话吗？那为什么那个人还会那么的自信的在干这件事儿呢？我觉得就是大家慕强吧，弱者慕强，强者慕真，需要这些的才会去羡慕这些人。如果你内心足够强，那是不羡慕的。对，但对，哎，行。我错了，我错了。搬吃的现场。不是，没听啊，没听进去。我听见了，也听了，左耳朵冒，右耳朵出了。弱者慕强，强者慕真。如果你真的强大，是不会在乎这些的。对，我明白这意思。但是说同学们碰见过平时什么感觉装的特别没必要的吗？啊！我有一个例子，大老师。你有个例子，你说。我平时真挺喜欢听你歌的。哎，对，但你装不了。我哦，所以你说我的歌的时候，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叫做《Little Sunshine》小 pony。阳光彩虹小孩们，就是一般让年底那些音乐软件不是要发你的那个年度歌单嘛？年度歌单。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去故意听那些小众的。那你意思是大老师比较俗是吗？等会儿，大老师比较俗是吗？怎么这是驴？流行，然后到年底了，又赶快冲一冲。就是说我才是真正的小众。就是他为了不发你得听20多遍别的歌，对，是这意思吧？就是说我才是真正装的那帮人喜欢的那种，是不是？哇塞，太荣幸了，太好了，谢谢啊！让自个儿小众一些，能够给您带来福祉啊，太棒了啊，太好了。天一前途无量，还想看你演出，谢谢你的演出，拜拜。谢谢。好嘞，现在我们所有人的演出都已经演完了。通过这场演出呢，我知道我的歌非常小众，然后那么那个没，非常大众，非常大众。没事，不重要，不是有那个，没事。小众才是大众，小众才是大众，是不是？有才是无。对，咱们玩哲学，玩道家思想来。然后那个就说你的，然后咱们2位老师，其实那个您是第一次来，您觉得哪个演的您特别有印象？能再回顾一下？哎，我觉得天一特别好。哎，你刚看的是吧？这个印象是真深的，对，还热乎着呢。不是，因为我们俩都是保定人，所以就会多了一分亲切。第二个呢，而且我觉得天一我们。在经常很多开放麦的时候去看到天一的表演，现场也很炸。是，而且天一是演过
是好几百近1000场了哈。对，他是把他这么多优秀的段子在这个节目里集中的曝光，所以说我相信他一定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他。好嘞，来，您已经是脱口秀老观众了，是吧？看2场了已经。这一回哪个印象最深？我觉得鲍勃的状态特好。他说我蹭我妈人气，立刻能想起来哪个他中间哪个桥段，大家最喜欢的爸爸哪个？什么？红富士大灯，苹果肌，苹果肌反光，听见没有？演半天记住的还是苹果肌，没有别的。太棒了！然后我觉得大顺也挺可爱的，大顺太可爱了。我觉得大顺那个整个人的那种表达方式，劲儿的，就我喜欢那个感觉。所以说每个人都有他们自个儿特别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这个笑话。其实重点就是在于，其实唱歌也是这样，希望各位能记住那个最红的那块副歌或者怎么样。他们写这么多段子，就是为了希望能够记住那些梗能够流传。好的，那么各位现在就是行使各位权利的时候啦。各位每一个字每一段评语对我们都是非常珍贵的，希望各位写在手卡上给我们打出分数。我们只要是4分以上超过70%，那么今天我们就算顺利的过关了。那么精彩还在继续，千万不要走开，待会儿我们还会回来的。谢谢，答案即将揭晓。翟哥，海涛哥带来的美食够地道吧？确实，每次吃的都特别好。要是海涛哥每天都来就好了。我这现在胃已经叛变了，我嘴也吃刁了。哎，就你的来了。哟，长康啊，老朋友了。对，长康100%纯芝麻油，纯物理压榨。做菜拌面的时候来一点，你那被养刁的嘴立马服服帖帖。确实，我现在就认这一滴醇香，长康纯芝麻油，心服口服。今天大家的内容都很独特，我很喜欢大顺，他跟观众就是那种像和面一样活到一起的感觉，让人觉得很亮眼。鲍勃的那个舞台表现力、感染力非常强，我觉得很难见一个人开场开得这么好，真是非常厉害。一鸣今天拿那个大老师唱歌作为类比现挂，那一下非常成功，我觉得肯定是成功的。我觉得我们越来越会不露宿街头了，感觉有点悬，我感觉我不偏向露宿街头吧，有可能。今晚会露宿街头吗？今天必露宿街头。那肯定露宿呀。今天怎么样？给自个儿掌声鼓励，又是可爱的一天，太棒了！我们高老师已经在认真的读，我们观众真的写。你看这话说的多狠！哎呦，你们每回那个相声园子要能有这个，所以我们相声园子没有蕊炮。对。我先说一个好的吧。对，来说一个好的。这个是捧富士的红富士。哎呦，抱抱。对，爆点多，爆爆大爆，舞台节奏感太强了，金句频出，今天全场最佳。太棒了，爸爸厉害，5星好评。还有一个就是也是说抱抱的，就是他一定是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嘛。哎呦，还有一个说他不好的。对，前面太闹了，后面有点没接住。果然成绩好的干不过成绩差的。说楚哥，高考643。哦，说的不是抱抱，也是夸的抱抱，拉踩楚哥就是。接下来我上来就是一个5星。哇，严一鸣，有审美，一上来就自带喜感。讲修车的时候，我脑袋里都有画面了，感觉严一鸣只能修 SUV。我怕轿车你进不去底盘，哈哈哈。幽默，看他还挺好笑，这个观众，对，观众挺好笑。我这边4星哈，喜欢天一装男综艺太有意思了，想看。是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能上，好运陈呱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今天的女演员大顺。谢谢。互动非常好，非常自然，一上来能量就很足，让人听得很舒服，而且非常接地气，好梗好笑，好喜欢。好喜欢，耶！好感谢。好梗好笑，好喜欢。高晓攀，
不愧是老喜剧人了，舞台上台风稳健，表演风格也很独特，整体很顺滑。哦，吓我一跳，我一身冷汗出来了，你知道吗？冷汗，你先别着急，冷汗马上就要来了，冷汗别着急往回收啊，你先留着，你先留着。两星。作为一个00后，对相声不熟悉，但我爸妈很喜欢，希望高老师能讲一些和年轻人的相声。这个呀，我跟你说，周老板跟我没关系，跟行业有关系啊。你要骂这我们这行业。哦，周老板骂相声行业了。损啊，有点损。怎么2星？我这全是差评。哎呦，2星。哎呀，我好怕。作为女生，有点 get 不到修车的点。下一个，天一的段子让人耳目一新，素材很少见，这都是夸哈。应该是吧？但可能我预期太高了，一直在期待能有个炸梗，最后也没听见。还有可能是我英文不太好吧，不喜欢讲英文太多的很装的人，2星。哦，最后减少。我个人认为，好的坏的不过就那么回事儿，咱也不是只过这一天。然后咱们以后多努力，一起加油，好不好？好嘞，行，有请到我们的咸鱼给我们最终结果。鱼头人来了！哎呦，滑步！他奖品进来了。我们一期节目中，观众最在乎的就是这个比例。多少？我们之前最低的分数是多少？68、67、65、78、71、71就已经过了，咱就赢了。最低的时候，最低是67，因为我2次我都露宿了，我知道。你有经验，你骄傲。不知道在骄傲什么。这个分数是60%。65。我要露营了，兄弟，我才来，又露宿啊？为什么不做票？这是做完票的分数。练出来这分，怕你不录了。这几个好评都是导演写的。经过大家不懈的努力，咱们报销。咱们刷新了历史最低。我们为什么不好笑会这么开心啊？我第一次看到就一帮人输了虽然耶，因为我们就是说，如果赢了只是欢呼而已，失败了之后能勇敢面对才是咱们要学的，对不对？对。我觉得今天还是嘉宾请多了。周老板，一期就一个梗就得罪人。你控制变量法，我们之前都是1个嘉宾，然后2个嘉宾就最低了。我也不是说一定是高晓攀老师。天花板砸的就是相声。REAL。我就合计在我这儿了。问题有可能就是你俩身上。Hello。来，我们都非常熟悉了。我是老露营了，兄弟，我是老露营。你来之前我是露营王，我讲3期，露宿2期。来吧，背着走吧。我觉得这样好不好？咱今天什么都不拿，就是轻装上阵走。哎，真的假的？今天可下雨了。直接躺地上睡吗？有涛哥带咱们的，能受苦吗？对不对？我觉得这场就是我们整体太紧了，我们抛掉包。好，走，我拼了。走，你在前面先带着所有人走，老师走。我们走了。拜拜。整挺神秘，连行李都不让带。你说他们去干嘛了？
他肯定是玩去了。别管他们了，我们来吃。吃了这个，我跟你说长大个儿。哇哦！我很喜欢把果冻冰冻了之后再吃。冷冻是吗？对对对，我没有吃过。很好吃，你下回试试看。辣椒炒肉拌面呢？我帮你拌，我超会拌。那我们调个酱料，我很会调的，香油。好香。调个多蒜的，一个小蒜的，香死了。哇哦！要不要帮我一起调 ？OK， 尝康芝麻油，耶！我可以直接吃这个酱料，我也觉得。好啦，这是你的。哇，好吃吧？好吃吧？好吃。说走就走，去哪都不知道呀。敢问路在何方？不敢问，就带着命来跟你走，浪剑走天涯。带你们去个舒服的地方。为什么这么疼这个？痛苦面具了，我有一点。哎呦我的天！轻点吧，老师。哎呦我的妈呀！你不疼吗？我还行。那就是身体好。他就是让你麻木了。哎呦我的天！我把他打到我。他们说疼啊，就说明你虚。我虚。我的注意力。哎呀，这有人不疼吗？我这位先生按的特别的好。你这边给你按一下脚。行。一点不疼，超 super good， 金牌技师。哎，咱就边按边舒服，然后边看我拍的网剧。是得奖那个哈？对，得奖的那个。看一下获奖作品。哇塞，来了！这哎呦，哎，这演技！坏人来了，坏人来了！我来了！哎呀，谁？哎呀，这狠的了，看看狠的部分啊，爆发力啊！来了，集锦来了，开始抽人嘴巴，哇，来了，真抽啊！太坏了，这角色。你这人每天寸步不离的跟着苏小姐。哇，看进去了，就是他，他是内鬼。怎么栽赃了？啊？熟不熟悉？这不是抱抱吗？这不是？这个动作好熟悉啊！好像也经历了一下我们。爸爸，哥，你听我的，好吧，爸爸，你听我的，你听我，我是，好不好？我是，这不就刚才你顶着抱抱那个？我说刚才为什么会有那招呢？哦，原来拍戏留的证后遗症。艺术来源于生活。哦，有点沉浸式。哎呦！哎呀妈呀！大曹老师，你居然是这样的人！哎，哦，就这段获的奖啊，高尔夫球打出来的这个奖，哇，好棒！这什么意思？哦，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鼓掌了呢。这都职业观众。太好笑了这一幕。好，上了。刚才怎么鼓掌了？大老师给你多少钱你会演这个剧啊？我不是钱的事儿啊，几条命能让我演？好，这边就为您服务完毕了啊！哇，谢谢，谢，辛苦啦！谢。咱们现在可以就是说想问咱们涛哥什么问题，就是记者招待会。
我是路透社的记者。对，表演这些很坏的角色的时候，你会有一个阳光的自己在审视那个邪恶的自己吗？哎呦，有深度。哟，想起来都费劲，想不起来是吧？说还要剖析我的人物，哪有？问一下海涛老师，就是很多演员在演那个成功塑造一个角色以后，他走出来都要花很长的时间，甚至有的演员，这太好笑了，这太好笑了，这个。有的演员走不出来都要得抑郁症。请问您这个角色走出来花了多长时间？然后当时是怎么做的这种康复训练？不是，就是走出来这种。他走出来，刚刚都演了，用了4、5秒钟走出来了，就举手这样的就出来了，说回家喽。出门坐的像别克商务啊，就走了呀。坐 GL8走出来的。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你看，因为短剧它太快了，我一共就拍了3天，我其中1天还定妆，我都还没走进去。涛哥，我想问你是更喜欢演这种角色，还是喜欢喜剧逗大家乐呀？这不都一样吗？这不都一样吗？你让我搁一会儿又走不出来了啊！哎，好疼！训练感，鹏哥，涛哥，训练感。其实这个时候想做这件事情啊，也确实是想在人生的这个节点上有一些突破，但是确实没想到这么好笑，还是没突破了啊！演喜剧都没这么好笑过。哥，咱说要拍《小公子传》啊，你在咱这里边挑上几个带走跟你一块演，你来你搭个班子。我就这样。我选句台词，你们现在试试戏，我品一品。行，可以，行，来，行。因为咱们这个是剧组啊，那不能说你说来我就演，这咱不是儿戏啊。萧公子是非常公平的，你对不对？对，机位啊 ，camera， 来，安静，好，大家不要说话了，不要喊，就你在喊。来，3、2、1 ，action。他栽赃我。你的人，他怎么栽赃你？啊？好主意啊！你的这挣钱给他。我感觉到疼了。我来个正经了，我正来。周老板他栽赃我。栽赃我，他们怎么栽赃？你的人天天跟着苏小姐，他们怎么栽赃你？苏老板，我错了，苏老板，走出来，怎么栽赃你？周老板是演技天花板，都不是脱口秀天花板了。这太好了，这个从他眼睛里看到一个变态。哎呦，你们别说你们这么演完了，我感觉这角色不难演。明年都得奖啊！那咱们就原地躺下吧。原地躺下吧。行嘞，就盖个被子。来，关灯。大家有什么心愿，现在可以跟我说。我想采耳，我想吃点吃的。涛哥，我想在长沙有套房。说梦话都是这个。想来线下看选手们的演出吗？打开大麦 APP 搜索“不好笑就露宿街头”，进入线下演出许愿活动页，关注你喜欢的演员，并许愿你想看的演出城市，选手们可能就会来到线下演出现场哦。有请唱跳小王子刘伟脱口秀。欢迎来到我们不好笑就露宿街头。咱们这个开场秀怎么个想法？对，因为主打的是抄袭赵露思。因为这个圈儿真的太难混了，就今天这一单都是我诚挚邀请节目组邀请的我。你们有想过退圈吗？
跟刘伟老师说一声，你已经特别优秀了，我是做不到上来就这样的。前阵儿在医院检查，查出了点病，那医生真的过一会儿问我一遍，你想过寻短见吗？我说你是想帮我吗？啊！所以我现在觉得KPI 的正确英文全拼应该是叫 Kill People Immediately。我奶奶从小就喜欢给我扎这2个丸子头，但是他们呢，他们仗着自己看过几集神奇宝贝，他们叫我双蛋瓦斯。那个差评，就差评啊！长得挺帅，就是说话听不清，而且情绪很平，感觉怨气比较重。你就该被裁员。我跳一个动作，大家来猜时间多少分？5啊，90、85。今晚会不会露宿街头呢 ？Hello， 我已经2期没有回来了，有没有想我？想你。然后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就是不要做挑战。动手啊，咱们！耶！你多久上啊？这是不是你的筷子啊？鸡翅都脸红了，你赶紧跟人家道歉。讲脱口秀是兼职吗？还是正职？我也是学习脱口秀演员的。我输了。这个问题是冲着我来的。上惩罚，上。我不想做。这个贵。哎呀！我来点水。快救救吴丁老师！不好笑就露宿街头，每周6中午12点更新。SVIP 用户可提前看下集 ，VIP 每周6周日分天更新，非会员自周2周3 12点免费观看。SVIP 用户每周日加享衍生、嘉宾精编、段子纯享版等精彩内容。每周日中午12点 ，SVIP 用户解锁露宿街头也要笑衍生节目，看脱口秀演员们更多爆笑互动。每周1至周4不定时掉落笑街未播精彩花絮等你来看。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我妈今天来录节目有任务，哥，我给你教句话，你说抱抱的妈妈，您好，为什么要称呼你为您？因为你在我心上。哎呦，大孝子，抱抱妈妈，你好。您好。怎么就这2句也记不住啊？慢慢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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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来。抱抱妈妈，您好。为什么叫你不叫您？因为为什么叫你不叫你？为什么拍3天？你明白了吧？爸爸妈妈您好。为什么叫你不叫您？叫您不叫你。爸爸妈妈您好。爸爸妈妈睡吧。爸爸妈妈不差这个祝福。你精神精神。爸爸妈妈偶像吧。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您好。为什么叫您不叫你？因为你在我的心上。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别和傻子生气，都不治愈，都不治愈，都跟我没关系。你从这么就什么就是厉害，厉害就不见。我说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全都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起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从你来找一起，只要有爱我。就没人能够伤害我。